大家好呀，我们是，哼哈哈猪。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学术界的性别平等状况。哦，哪里的学术平等问题啊？丹麦、挪威、瑞典。哦，这三个国家都挺富的呢。那你觉得这三个国家，是哪个国家的学术界的性别平等状况更好呢？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跟贫富有关系吧。这其中挪威最富了，应该是挪威吧。其次呢？其次有丹麦呀，然后就瑞典。是吗？我不确定呢，我猜的呢。实际情况跟学术界的研究还是有点出入哦。这样哟。那实际情况应该什么样子呢？就虽然就是这三个国家被视为性别平等的一个典范嘛，但实际上他们在学术界的性别平等状况还是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现在让我们来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来揭秘一下。哦，这样呀。对。那研究人员中女性占比，还有这个女性副教授和教授的占比，通过这个东西去看吗？对，我们将通过一下研究，就是来看看研究人员中女性占比是多少，然后女性教授、副教授的占比是多少，以及在不同的领域男女比例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在各个领域中女性占比又是多少。哦，这样呀。这就是一项就是根据学者Nielsen 的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揭示了斯堪尼维亚地区的一个学术界的性别平等的一篇研究啊。这是它的数据显示，你看看。这个数据啥意思呢？这分为三个柱，对吧？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啊，这上面数字应该是比例吧？对。然后这个左边就是丹麦，这应该是丹麦就是9.8%，对吧？9.8%，然后女性的比例9.8%，然后瑞典是14.3%，挪威是14.9%，这不看丹麦最菜了。是的，你看这个整体的数据，就是深颜色的，就是代表就是 DK 嘛，丹麦，然后在最浅颜色的是瑞典嘛，然后其次那个右边这个就是右边这个稍微深一点、浅一点的颜色，它就是挪威嘛。哦，就是说就是在这里，在 natural science 在自然科学这个领域里面，对吧？这个女性教授的比例，女性教授的比例是 for professor 的一个比例情况。哦，这么看，挪威最多了。对，然后包括就是除了农业吧，农业领域就是丹麦其实是比挪威略高一点点，但其他的什么自然科学啊，工程什么工程与技术，医药行业、农业、social science 社会学啊、人文科学啊，它其实都是丹麦的比例都是比另外两个国家更低的。哦，是的，这样。对。就总体来说的话，就是教授的性别分布嘛，总体的一个情况就是研究员呢？对，研究人员女性的比例其实是你看，在丹麦是占30%，然后挪威占37%，然后瑞典呢占39%，是不是？这么看，就是瑞典就是在研究人员女性中，对吧？可能占的还是比例稍微高一点呢。丹麦这看又是最菜的喽。所以跟你的猜测是不是不一样呢？不一样。你说挪威是最富裕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女性研究人员占比其实还是会比瑞典低。哦，看瑞典更公平一点，在男女性别比例上。但其实丹麦还是更低的。这样吧。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在女性教授中，那就更低了。在女性教授中，对它的占比只占了16%，但是挪威和瑞典他们都占了23%。但不管怎么样，对吧？其实不管是他们之间这个高低之比，对吧？但总的来看，对吧？其实，在挪威和瑞典，对吧？你女性仍然只占23%呀，仍然是非常小比例的存在啊。对啊，虽然说这两个国家已经是世界上男女比例的就是平等的一个典范了，但是呢，依然就是数据还是可以看出，还是男性占主导的，女性需要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应该可能是会给女性分配更多的资源呢。
包括国家和女性自身各方面都要再接这里，而且这个是学术界的比例，因为它比较典型嘛。然后还再看一下不同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这样吗？对 ，STEM 嘛，这个就是科学、技术、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嗯男性成为教授的可能性都是更高的。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柱状图，对，就是对，还有就是相对于其他的领域，其实女性在人文社科占的比例，成为教授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相对男性，而是说女性相比于在什么科学啊、技术、工程领域，可能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它占比会比较高嘛。然后而且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丹麦它在农业科学领域，它的女性教授占比倒是比较高，比因为丹麦农业也蛮厉害的。这样吗？你可以切回去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就是你看social science 和 humanities， 它这两个就是女性的比例还是会相对于说前面几个领域的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女性占比的比例嘛都。但在农业里面看，其实也没高多少了，高0.3个点呢，也不多。是的，但是总体上，即使是人文科学，它其实它的占比还是最高的，也就占到30.2%嘛。对。那你另外70%多左右还是男性哦，对，是吧？即使是人文社科，跟我们想象的，或者是也没有达到完全平等的状态。对，这不是完全平等，还遥遥达不到。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看完研究领域，就是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数据，就是这个Nielsen 学者他还在他的那个论文中提到，就是研究了就是这3个国家的6所大学的一个性别的政策情况。对，我看这个表格上写的是分别在这个6所大学，这六个城市吧，6个城市。就是丹麦的是这是分别是这个表格开的就是这个总共的这个教职工的数量，对吧？学生的总数，对，还有这个方地的这个就建立的年份，对吧？什么建立的年？这个大学建立的年份吧？对，大学建立的年份，还有大学的基本的状况，对吧？还有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这也是 gender equality work since， 对吧？就哪一年建立的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委员会吧？是的。对，包括它有院系，就是总体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看它是在哪一年建立了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然后这六所学校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两个学校。这样呀。然后我们这个图表说明出了啥呢？下一页是吧？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状况。就是你看一下，就是丹麦它是哥本哈根大学，它是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性别委员会嘛，但是它到1990年的时候它解散了，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时间段的就是很零星的性别平等的活动，没有一个性别委员会这种官方的机构嘛。然后对。然后其次就是阿胡斯大学，它是1986年成立的，然后并且是在1988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大学性别平等状况的一个当地的报告，并且后续推出了第一个性别平等的那个行动计划。但看一下挪威的状况，它其实是在早一点哦。奥斯陆大学。他在1973年的时候，他其实就成立了性别委员会。他其实是这3个国家里面的6所大学中最早成立性别委员会的一个大学。而且他后续在1974年的时候一直都开展了性别平等的活动，就是官网中也有列出他的活动，并且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些活动的时候，他就引入了优先待遇作为潜在的性别平等的一个措施嘛。这样呀。对，然后那个这叫 Bergen 吗？Bergen，这个大学它是在1976年的时候，开始成立了它的性别委员会，而到1981年的时候，后续就引入了优先待遇嘛。对于女性的那个
优先待遇。瑞典的这乌普萨拉，乌普萨拉大学它其实是1975年，其实就比挪威稍后2年嘛。然后后续它也制定了在1984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性别平等的一系列的行动计划。然后它那个隆德大学，它是1977年的时候成立了第一个性别委员会，并且在1993年的时候一直以来都发布了就是关于性别平等活动的报告和文件。所以总体情况来看，就是相比丹麦，其实挪威和瑞典的这4所大学，这6所大学中，然后其实挪威和瑞典的这2所大学，他们的性别平等活动的工作传统是更长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这是为什么他们这个女性的这个教授的占比更高的原因。对，因为他们的官方的推动力很大。好的。这个说的是啥呀？这个是就是说女性的一个，就是这6所大学的一个教授和副教授的情况，当然还包括了他的博士、女性博士和博士后的一个占比情况。从这个数据来看一下。看一下。对。总之也看一下，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在博士阶段，对吧？这个女性反而还占的还比较多，除了这个瑞典，对吧？这2个都是女性的超过一半。但是一旦到了 postdoc 阶段，博士后，对，到 postdoc 明显就感觉到这个在挪威跟瑞典，对吧？感觉就是这个女性的比例上来了。但是一旦到了这个associate professor， 对吧？同样的也是瑞典跟挪威更高一点，但是同时也看到女性占的比在这时候开始下降了，对吧？到了 full professor 这就更明显了，对吧？发现可能这女性职场上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这个 full professor 中占比，对吧？就大幅度下降。虽然挪威跟瑞典还是比例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也是在总体趋势来看，还是就远远低于男性。对，所以先看总体的嘛，不比较这3个国家，总体来看有一个趋势，就是博士的话和博士后，其实这6个国家其实男女的状况都差不多，而且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尤其是在博士阶段，基本上就是丹麦啊、挪威这2个国家基本上都达到了50%，甚至50%以上。说明女博士很多。对，你是在读博士阶段，可能在30岁左右，可能还是20大几岁，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博士读完之后，可能后面的继续进行高等的这些深入研究啊，可能就越来越少了，可能因为家庭啊或者工作啊就中断了。对，然后博士后你看慢慢的就开始减少了，然后只有就是挪威的那个这个 Bergs 大学，它是占比到55%吧，然后其他的都是50%以下。那副教授和教授就后面就更低了，是不是？都是低于50%。好，那我们主要是来因为要比较这3个国家的一个性别平等状况嘛，所以我们主要是因为博士和博士后都状况差异不大，所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女性的占比嘛，就是主要是从副教授和教授2个指标来看。首先就是丹麦的话，它其实在哥本哈根大学，它的副教授占比就是丹麦的2所大学，就是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嘛，这2个副教授占比基本上都是达30%嘛。那你看挪威，它其实的2所学校呢达到了40%和39%，明显是高于挪威嘛。那瑞典呢，它2所明显挪威比丹麦高。对，明显比丹麦高。对，但是瑞典其实它2所学校的副教授女性的比例都是占到40%，其实都比丹麦高。所以说副教授来看的话，其实丹麦的占比都比挪威和瑞典低。对。然后再看教授呢，教授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而且丹麦的女性教授在这2所大学中明显比例就是一直感觉看起来就很低啊，只有15%和21%。对。然后但是挪威和瑞典它2所学校的副教授，他们其实差不多，但是他们达到了20%以上嘛。对。所以就是副教授来看，教授来看也还是丹麦的状况不如挪威和瑞典。所以总体上不管是副教授还是教授，
挪威和瑞典大学的女性的比例都会比较高。哦，这样，这个从数据来看，这个结论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对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要说明一下，就是本视频的这些数据和图表其实是引用了Nielsen 在2016年发表的那个论文《斯堪的纳维亚学术界性别平等方法一项比较研究》，大家可以下载他的这篇论文去看一看，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那个原因分析，就是他的政策分析嘛。所以说，我们这篇视频的对于这3个国家的一个性别平等状况的介绍呢，还是就是大概是在这个研究的时间段，就是2016年。至于今天的状况，2014年的状况，其实2024年的状况需要更新的研究和关注。哦，这样呀。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性别平等问题，它是一个跟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议题嘛，尤其是在因为我是在读博士嘛，所以比较关心就是教育界和科研界的状况，而且这篇论文是我们在跟就是哥哈大学教授和同学一起阅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特别想来在这个视频中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呢，去想一想。或者说关注一下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大学的性别平等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对呀，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它是对社会有非常深远影响的东西。男女平权啊，不是嘴上说什么男权啊、女权啊这些东西，你也大家落实到跟自己相关的这些东西上。学术界的这个这个女性权利的平等的，对吧？其实就很直观从这种工作职位上，对吧？从统计数据上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出这个结论的。但至于如何改善的东西，对吧？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努力建设，对吧？建立一个性别更平等的一个国家、社会和这个世界。对，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就是能够从这个视频中获得新的启发的话，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而下期我们将会讨论这3个国家在性别平等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异，来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哦，这样呀。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好，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拜拜。